大家好，前几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有一张截图啊，讲日本的上海领区吧，领事馆啊，大面积拒绝了很多人的签证啊，或者说终止吧。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要终止签证，你要半年之内还可以再办啊。但是呢，有些人都被盖了黑章啊。那么情况好的话，他是不会给你盖黑章啊。那我讲讲日本签证嘛，之前我也讲过。其实我也很害怕啊。日本签证第一个啊，跟韩国签证一样，它是采用生源担保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什么生源担保，就说因为有生源担保这个制度存在啊，所以说他不得不让你去找旅行社办。那么旅行社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是因为旅行社呢，其实今年日本签证明显是严格了很多啊，要求那个材料啊，特别是税单啊，税单特别讲究。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呢，有些商家吧，可能为了利益啊，或者说赚更多的钱嘛，他推出了简化办的话呢，比如3年多次啊，可以怎么简化？你只要提交这些资料给我就行了其他资料你就不用提供。但是事实上的话，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就是你提交上去，旅行社会审核一遍，旅行社审核一遍之后，他再提交到这个日本那边。日本那边的话，按照以前来说疫情之前，旅行社这边审核通过了，日本那边看看就没有问题，直接给你批了那前段时间日本还发出过一个什么叫存款证明造假的情况那说明其实这个信号已经很明显了，说明很多人造假已经被查出了很多人造假，所以说导致这个严查简化签证办理这种情况。那简化签证怎么来的呢？主要是原因呢，第一个办理繁琐第二个的话想办的人呢想简化一下麻烦，第二个呢帮你办的人呢他也想简化一下，嫌麻烦，而且呢，如果说我帮你简化的话，有些资料你不用提供了，比如说G+9这种资料你就不用提供了，那我直接帮你弄好行程单，这样的话我还能更多赚钱多赚好几百了。本身说实话，日本签证费不是很贵的就是200、300、500之类的那真正你要靠简化的话，可能给你加个200加300那赚的钱就更多了其实日本签证如果说在海外办理的话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日本签证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拒签很多时候会给你盖黑章。我有个朋友之前办过日本签证，但是他幸亏还好一些，他是没有被盖黑章，只是说呢这个资料退回来了什么东西都退回来了，钱也退回来了这一点还好他至少不像美国签证，我把你拒签了但是我把钱给收了那还有更恶心的某些大使馆地方我就不说哪个国家了那个国家呢，不仅时间长而且呢他还让你签证中心去办了之后呢要好几个月之后呢告诉你被拒签了钱也不退资料呢也不退了只是给你一个护照反正就不多说了在日本签证也很麻烦也就是很恶心的地方就是盖黑章。那日本签证说实话还有很多奇葩地方比如说这个生源担保制度嘛。什么叫生源担保制度呢？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前比如说你是某某地方户籍的人你办理资质呢条件不达标，你可以交3万押金也可以交5万押金，这个的看你自己怎么谈有些时候呢他会跟你说5万押金你这个押金呢会退给你的我没听说过有人押金交给旅行社不退的但是事实上不管交3万还交5万旅行社还是能赚钱的。比如说你这个人跑到日本你滞留不归了那其实上他日本那边罚旅行社罚的钱估计在1万5或者2万左右所以说呢就算你跑了他还是有钱赚的但是你跑了之后呢他会扣分制度因为他有这种扣分奖励制度但对他隐形的这种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这种损失的话就在这多收的钱里面。还有我之前也在看过网上一些案例有人办了日本签证确实跑到日本不回来了不回来之后呢后面又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旅行社甚至都向这个人起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办理的时候可能就几百块钱这种资料或假的资料也可能真的资料也可能会跑对不对？那跑了之后这个旅行社被日本那边罚款了你就1、2万嘛，就问他要起诉起诉的话肯定这金额很高的嘛，因为起诉的话你可以调解，可以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或者说法官再判审核损失，是不是最后的确实那个人也被起诉了，赔钱了赔多少金额忘掉了反正起诉金额的话就是原告向被告索赔的话大概叫15万所以说呢这个人可能被大使馆那边罚了1万5，问你要15万这种情况也有。还有再说个事情呢，
你发现没有？就指定代理旅行社啊，其实没有多少家啊，你可以看不是很多家，但是你发现没有？在网上一些平台啊卖的这么多家的里面啊，旅行社啊，它很多旅行社并不在这些指定旅行社的名单里面。他们怎么做呢？其实就相当于说，哎，我有牌照，但是呢，我呢授权给你啊，这个商标是我的，相当于这个商标是我的，我授权给你，你去帮我接来啊，这个生意呢就是渠道呢，你帮我打开来，就是一个渠道啊，那么就帮我销售啊，销售，然后你东西发给我，你就全部给我啊，给我之后我再提交给日本大使馆那边。那名义的话是我的名义啊，但是呢是你销售啊。这个情况发生过一种情况啊，有的人呢在网上啊乱发一些啊，就是说我这边有渠道啊，可以帮你包办啊，收个3万5万啊，放上去啊。你想想看吧，能花3万5万办这种日本3年多次或者5年多次签证的人，他什么心态啊？他肯定是有不良目的的人啊。那导致什么样情况呢？这个交上去啊，确确实实也通过了，通过之后这个人啊，可能在日本逾期了啊，或者说滞留不归了，在那边从事一些这个报酬性的工作吧。那么这样的话情况啊，日本那边就到了啊，找这个指定的代理旅行社名单里面那个旅行社说，啊，这个人你办的啊，你这个人跑了之后你要罚款啊，是不是啊？那罚款之后，那我这个代理旅行社这个人啊，我一查是那个渠道商给我办的啊，他销售出去，他让我损失了，那我是不是要罚他款啊，罚他钱？因为本身你做他们的代理啊，他们的渠道方啊，肯定你是交押金的啊，可能交20万、交50万押金都有的。因为这种办签证业务，说实话其实是很赚钱的，特别是办日本签证这种特别赚钱啊，因为它利润空间很大嘛，什么简化办理什么之类的。那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产生纠纷了啊。纠纷的话，就是最后面啊，就是我交了20万押金，你要扣我10万或者扣我18万，把押金扣完，那我肯定不爽啊。那我就是要挟你啊，我就是把这些客户啊，这个签证，我就拿着他客户护照100本护照不还给客户了啊。大家都互相起诉嘛，反正就这样子做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在网上也有这种查办文书网里面啊，我看到过。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所以说这种日本的签证啊，跟韩国签证一样的啊，叫生源担保制度啊。我不知道这个制度能不能取消掉啊？毕竟，现在跑日本去打黑工的人，说实话，跟往年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啊，不像以前这么多了。你要像30年前、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啊，确确实实日本那个时候啊是巅峰时期啊，那个时候那确确实实这个收入比啊差距很大啊。现在的话，说实话，你日本物价也很高，你过去还得租房子，没什么太多的利润空间了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东西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什么改掉啊。其实你如果说你是在海外有当地居民签证的啊，你在海外办这个日本签证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啊，你可以个人办理，不需要通过什么旅行社生源担保制度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也是这么来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